相传北魏时期有一支名为不言记的特殊军队，他们专门负责挖掘各大古墓，一是为了用里面的宝物招兵买马，二则是寻找历代皇帝都渴望的长生之法。每当寻到一处古墓，他们便会将其标记下来，以待后面需要时再进行挖掘。而根据野史记载，不言记最后出现的地方便是秦岭一带。由于不言记的士兵都是哑巴，并且通常都是夜里才会行动，附近的人们只能听到马儿行军的声音，却听不见任何人说话，因此秦岭一带一直流传着阴兵借道的传说。在进山的途中，吴邪和胖子碰到了一对附近村里的夫妻，他本想让村民大山给他们指条进山的路，可大山的妻子却很是反感，称他们这些外地人都不是好东西，不是来盗墓的就是来打猎的。不过在金钱的诱惑下，大山还是同意了明天带他们进山。半夜时分，胖子发现大山拿着镰刀一步步靠近吴邪，就在他以为大山是想杀人夺财时，大山却只是割下了一袋干粮，然后鬼鬼祟祟地出了门。感觉有古怪的两人悄悄跟了上去，发现大山正蹲在一处土堆上傻笑。待他离开后，两人刚准备上前查看这土堆时，一只人手突然从下面死死抓住了吴邪。你给他蹬开点，我给他剁了！哎，别！是人！谁呀？这洞里是什么人？原来这土堆下关着的正是大山的儿子。秦川800里有很多危险的地方，即便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，也不敢随意走动。因此，村里的大人时常叮嘱家里的小孩不要乱跑。可谁知1年前，他儿子和另一名玩伴竟悄悄溜进了山里，说是要去打野味儿。结果这一去就是好几天。就在村里人都以为这两个孩子已经遭遇不测时，没想到他们又突然回来了，并且手中还拿着一截青铜做的树枝。说是他们在山里头找到了一个大坑。坑里边长了一棵大树，全是铜做的，还说什么拿着这些树枝就能实现愿望，能长生不老。我就是再没文化，也知道这太荒唐了。自打从山里回来后，这两个孩子就像中了邪一样，不但成天守着这根树枝，还都说对方已经死了，自己才是这根树枝的主人。我才是真的，你骗不了我，你已经死了。别以为你会得逞，有我在，你别想害人！没有害人。事后，大山砸锅卖铁，给死去孩子的家人赔偿了几万块才了事。他们本以为儿子得到树枝后就会恢复正常，可哪曾想儿子的状况却越发严重，甚至经常半夜提着刀站在他和妻子的床前。大山知道这样下去儿子肯定还会伤亡，所以只好带着妻子搬出村里，并将儿子关在了住所附近的地窖中。那截青铜树枝呢？我儿子非要守着他，我就把他埋在洞里边了。胖子本打算花高价买下这根树枝，看能不能借此找到有关青铜书的线索。可大山却觉得这东西太邪乎了，而且自己的疯儿子也离不开他，因此说什么也不愿买。回去的路上，心不在焉的吴邪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结果竟在地上发现了大量的血迹和大山的衣服。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突然，你俩啥时候走到我前面去了？看着莫名出现在身后的大山，就在两人惊恐不已时，胖子发现地上的衣服和血迹居然不见了，而且吴邪手上的血迹也没了。回到住所的吴邪经过一番思索后，觉得他们刚才看到的应该是幻觉。这深夜密林中，树木植被的呼吸作用，加上动物昆虫的腐烂气体，极容易使空气中的含氧量降低，并产生瘴气，使人迷幻。次日，在大山的指引下，吴邪和胖子沿着小路朝山里进发了。走着走着，两人来到了一处十分诡异的地方，这里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石像，有不少石像上还有一个人类的头骨。这是人头俑。古代人打仗是以杀多少敌人来算战绩的，整个尸体搬回去太沉，索性把人头砍了下来。你看到这个人头之所以插在这个石俑上，是因为他被充当活人战俘来殉葬了。非得弄成这样干嘛？阴森鬼气的。胖子，你看，越往后面石俑越多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说罢，两人便继续前行了。殊不知，他们身后正跟着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。随着两人不断前行，他们很快便发现了一处隐秘的洞口，洞里到处都是散落的人头俑，说明这里很可能就是一处墓穴。然而，就在两人下水准备前往洞穴的深处时，胖子突然被什么东西拽了下来。接着，一只似鱼非鱼的怪物浮出了水面。为了寻找传说中的青铜神树，吴邪带着胖子不远千里来到秦岭。可谁料刚进入墓穴没一会儿，两人便碰到了一条似鱼非鱼的怪物。回来！胖子，你回事啊？没事。胖
老爷给你坐上我的好运！保命要紧，快走！暂时摆脱鱼怪的两人立马往回游，可谁料进来的石门竟自动下降了起来。眼看石门即将关闭，吴邪用力将胖子推了出去，自己则被困在了山洞里。看到吴邪没出来的胖子连忙潜入水中，想要尝试打开石门，但数千斤的石门又岂是靠蛮力就能搬动？吴邪知道想要活命只有解决怪物，于是索性拿出匕首主动出击。可终究吴邪不是小哥，还没等他出手，便被怪鱼撞飞了出去。就在吴邪缓缓沉入水底时，一道熟悉的身影跳进了水中，而他正是把吴邪当成小媳妇保护的张起灵。等吴邪醒来时，那条怪鱼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。可奇怪的是，守在他身边的却并不是小哥，而是一个蓬头垢发的男人。看到男人的瞬间，吴邪顿时激动坏了，因为此人正是他儿时的好友老痒。原来吴邪之所以来秦岭，一是为了搞明白为什么秦岭也会有铜铃，二则是找到失踪的老痒。自打知道老马因为倒卖文物被抓后，老痒便一直躲在秦岭不敢出去，所以才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。但此刻的吴邪还不知道，老痒在外面时就已经在跟踪他了。显然他还有别的事瞒着吴邪。这个是折龙龟啊，淡水里的小霸王，凶得很。这条算小的。担心胖子安危的吴邪来不及休息，连忙带着老痒寻找起了其他出口。与此同时，担心吴邪的胖子在寻觅了许久后，终于找到了一条回墓穴内的路。虽然两人没有见到面，但胖子从被开膛破肚的怪物推断，吴邪肯定没有死。想到这里的胖子顿时精神大振，立马顺着曲折的墓穴寻找起了吴邪的踪迹。在他经过一处通道时，旁边石壁上的人脸浮雕突然动了一下，显得十分诡异。察觉到不对劲的胖子也停下脚步，仔细观察起了浮雕的可疑之处。犯什么招啊你？你看什么呀？你有大爷吗？啊？你要有大爷，我正当胖子嘻嘻哈哈时，一只虫子从浮雕的眼睛里飞了出来。此时胖子还沉浸在吴邪没死的喜悦中，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只虫子的可怕之处。直到被虫子咬后，胖子这才发现手背上竟出现了大量的红点。见状的胖子立马意识到了不对劲，连忙惊慌失措地逃离了这里。而此时洞穴的入口处，正往洞内前行的阿宁等人也遭到了怪物的袭击，其中一名手下更是当场被怪物吞噬了。原来裘德考为了得到吴邪手中的那枚蛇眉铜铃，一直安排阿宁暗中留意着吴邪的动向，并且之前老马出手的那枚铜铃正是阿宁给他的，目的就是将吴邪等人引到秦岭。另一边，寻找胖子的吴邪两人来到了一处墓室，墓室中有一口尚未完工的石棺。老痒本想看看这石棺里有没有东西，结果谁料刚打开，棺内突然伸出一只干枯的手抓住了吴邪，